我这样子滚动，这是不是这个力？你讲速度啊？速度吗？不是速度，力量。力量是什么？我推动这个球的力量。推动这个球的力量。对。推动这个球的力量。可是老师你，比如说你球在动的时候，你不同方向，你滚到这边跟滚到这边，那力量不是因为你倾斜不一样？不会啊。不是会改变。滚动力没有变啊。滚动有没有懂？没有变。滚动力没有变啊，它们的相对滚动力没有，对呀，对呀，听不懂？因为它们还是要相对的嘛。可是不能够飘掉。你如果要换招式就可以啊。那就没有，那不就没有？老师，你讲的相对是指它只要对到。不是一个球，我在推一个球，这个相对力嘛。相对力，对。这个我在这边，它的相对力是不是一样的？那我跟我这边这个力量是不是一样的？所以跟大小没有关啊。所以老师，你的意思是两只手然后能够合住的那个合住那个球的力，那你跟你的身体也是一样嘛？你的身体跟它一起滚动的力量，那个力量也是没有，也是一个球的力量，听不懂？这个没有变，哎，啊，好。你们在走的时候啊，刚才问啊，球大球小跟变方向跟往前、往后、往左、往右跟绕，你可以在变化当中，你这个球可以有大小，可以有方向的不同，可是那个滚动力没有变。什么叫做滚动力没有变？就是我在这边我滚动这个球，用的是这个，你看这是不是滚一个球的力量？我放大了，大球，可是我滚动力还是一样的啊，听不懂？滚动力是一样的，我身体的滚动力是不是一样的？我不用手，我用我的身体，你看我的身体也有一个这个缠绕力啊，所以当我这样走的时候，你看我的身体是这样。我身体是这样走的嘛，所以我的身体的滚动力跟我手上滚动力是一样的，听不懂？他在走的，你的腰腹胯这边在走的这个力量跟这个力量是一样的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你才会练出来，八卦才会练出来，你的身体的力量，它不是一个单一方向的、直线的啊这样的力量，它是一个拧转滚动的力量，听不懂？所以从手上的限制的练习，一直练到身上来，一直练到身上来，这样子才有什么？这样才会有过来。当他的拳打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的身体的变化才不会是什么？不会是这种单一性的变化，不会是这样的变化，更不会是这样的变化。我的身体的变化是什么？我的身体的变化是这样的变化。他自己他会有他，你看跟这个是不是一样？跟这个是不是一样？我的身体它的变化是这样子的变化，而不是一般我们习惯性的这样子的，不是，这是一整块的变化。
当你这样转的时候，你看你的身体它是不是这一整块？当你是一整块的移动的时候，你的手、你的脚都受到这一整块的移动的限制了，是不是？你的方向被它限制了，你的所有的变化你都是被它限制了。可是当我在做这种活动的时候，你看我的手上面手脚的变化，我不会受它的限制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才会做出来小范围的变化，而不是这种大范围的，晓得吗？近身搏斗的关键就在你的身体这种小范围的变化。如果近身搏斗，他来近，我的身体只会做这样的变化。你做这样变化，人家在这边拍你一下，一挡你就没有了。我往这边一闪，他往这边一拍又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你是小范围的变化，它没有一个可以拍的点，因为我的移动是变化的，我的移动是多方向的、多点的变化，听不懂？所以后来我们要练出来，所以叫你们经过身体的时候要收，要这边的时候要移动，这边移到这边，这边移到这边，下面移到上面，上面移到下面，要训练这些身体的这种圆转的这样子的变化，慢慢，你的身体就会有这样子的变化了。听不懂？所以大肌肉对这些训练是有妨碍的。如果有4块肌、6块肌这种动作，你做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大肌肉限制到你的细腻的活动了，你不能做这样子的活动了。跟我讲的，你肩膀肌肉很强，你肩肌肉很强，对不对？你做大范围的很有力，可是你就做不出这种活动了。你的肩膀你做不出这种的活动，这种的你没有了，看不懂？可是八卦需要的是这个这个是要去注意，这样有没有懂？我想求那个，这样我们在练习的阶段，手的大小，就是要一直保持那个手背的张力在。它不是手臂的张力啊，它不是手臂张，它是松里面产生的张力。这样没懂？就是像刚刚这样圈起来，那个手肘，老师刚刚把我调整往前面一点，那个张力的感觉比较明显。松里面为什么会出来张力？那个筋的连接就出来。为什么会有松会有筋的连接？关节在对的位置。关节就在对的位置。不对。松产生筋的连接是什么原因？重力。对。松之下才有重力的影响，你不会跟重力相抗衡，所以重力你越松，重力对你的影响就越大。然后你松，你里面就产生了筋的连接了。为什么？你的关节不要动，你的关节不要出力，那个重力就会连接到你的筋，把你的筋撑开，晓得吗？那这样是不是整个转的过程尽量去保持到对开始的这种感觉？松坠，所以讲松坠或者沉坠嘛。我一直说你形容那个钓鱼嘛，钓鱼竿抛出去，铅锤往下啪，然后你那个线就啪，然后到底下的时候那个杆子弯，然后一弹啪，你那个
杆子跟线的张力就出来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它那个张力是什么？就是沉坠下去啊。你如果是沉到底了，你沉到底了以后，那线是不是松掉了？因为它没有沉坠力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所以沉坠力产生出来的张力，跟那个是一样。不要自己去主动的成那一个张力。不要去，这是松沉，这是太极拳的练法，晓得吗？八卦的练法是比较强烈的，可是八卦你那个练出来以后，还是要这个，要在这个里面来用它。是先有沉坠的张力，再加上自己的力量。对，加上那个你主动的那个操控拧转，所以你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钓鱼嘛，钓鱼线是软的，是不是？所以钓鱼线连接那个铅，那个铅下沉，那个钓鱼线自然会拉起来嘛。钓鱼竿呢？会变弯。钓鱼竿为什么变弯？被那个线拉起。不是，钓鱼竿的直，钓鱼竿本身的直是有弹性的，它才可以做出来这个。你如果钓鱼你是用一根很硬的杆子，那你很难钓啊，因为你会感觉不到那个张力的变化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它那个直本身，那个钓鱼竿的直，那个钓鱼竿的弹性是很重要的。看你钓什么鱼，晓得吗？你钓溪里面的鱼，那个小溪哥这种那么大的，你就不能用太硬的杆子啊，因为太硬的杆子，那个小鱼在那边咬着你的杆子不会有反应啊。你钓大鱼，杆子就不能太软，那大鱼一拉，你那个杆子已经弯成这个样子，你没办法拉住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杆子要稍微硬一点。我们的手臂，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关节的连接，那个直也是很重要。你什么时候要刚，什么时候要柔，刚柔的比例要多少，就是那个钓鱼竿的软跟硬的比例。所以你要有一个不动的点嘛，这样不懂？你在走这个重力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有一个不动的点，你要设定不动的点。我的不动的点，我先设到哪里？比方讲，我设到手肘，我的手肘是不动的点，那你的感觉就是什么？小臂跟到手掌、手指头这边，你感觉到它很重，往下沉，是不是？你感觉到这个地方啊，手指慢慢沉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接下来我把不动的点放在肩，我放在肩这边，肩不动，我放掉。好，接下来我这边重了，手肘加上小臂，这个重量会带动什么？会拉我的肩变成更大了，这样不懂？好，接下来我不要肩，我设定到哪？我设定到肩胛骨，我肩放掉，我的肩胛骨沉又多了，是我整条手臂来拉到我的肩胛骨。再到哪？我再下来，我到腰，肩胛骨也放掉，我到腰，这样不懂？再下来，我到胯，到这个胯，对不对？放掉。右手是到左胯。对，你到这个也可以，但是到这边会比较长，对，比较长，这样不懂？所以你的沉坠必须要有一个不动的点，跟钓鱼一样嘛。你那个杆子，你手不抓住，你那个杆子再好也没用啊。你必须抓住的那个点是稳定的，晓得吗？你那个张力才有用。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的练习也是一样，晓得吗？只是我们比钓鱼难的是什么？我们的节点太多。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断点，是不是？我们的身体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断点，因为
我们那个线是从一个关节连接到下一个关节，再到下一个关节，再到下一个关节。困难在这边，你必须每一个关节都能够松透，让那个连接过去，再沉坠，再过，再松，再过去，必须做到这个。看不懂？这就是我要你们慢练，因为你要逐步松。你快练，你感觉不到那个，听不懂？哎，所以就算你们肌肉很大，你用这个方法，也可以慢慢的松，慢慢把你那个比较紧的肌肉，你如果沉醉的力量够的话，它也会把这个肌肉慢慢松开。然后你再加一点八卦的这个拧转，它会开得更快，看不懂？所以练内家拳最关键的基础在这边嘛。为什么一直告诉你松什么啊？为什么要松啊？怎么松啊？松到什么程度？松的目的是什么？看不懂？晓得吗？所以内家拳什么？内家拳最伟大的是发现到这个。不晓得是不是牛顿有到中国来教学，他发现到这个，而这个是我们可以用的。我们可以用的最有力的、对我们最有帮助的自然力是这个，所以不要自己什么妄作力，不要自己妄作力。《黄帝内经》也跟我们讲嘛，不要妄作力，用自然力。晓得吗？这个是现代大家最难破的一关，就是不要妄作力。好，你们再试试看。